你本是流浪孤儿，偶然间被叶家之主收为义子，展现天品灵脉，登临武道宗师，绝世美女相伴，学府圣地邀请，一切如此的美好。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局，知心之人暗中算计，挖你双眼，夺你灵脉，毁你一生。可惜他们人算不如天算，荒天剑点现，万古传承出，你的复仇之路从此开始。叶问天，枉我把你当兄弟，把义父当亲生父亲看待，你们却暗中算计于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苍城中某一处街道，你衣服破烂，蜷缩在一个角落。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出现在你身前，并无言语，只是向你缓缓伸出一只手掌。你略微犹豫，伸出一只手放在其手心。叶家府邸练武台，你持剑立于台上，展现天品灵脉，成就武道宗师。台下一片羡慕欢呼声。这叶灵天很有可能会成为叶家的下一任家主，未来一片大好啊！一轮明月高照，你与大苍城第一绝美的李芊芊齐坐在城头上，看着月亮。芊芊，嫁给我好吗？好。别怪我狠心，要怪就怪你拥有这天品灵脉。只要把你的天品灵脉吞噬，我就可能成为大苍城第一个圣品灵脉武者。你的灵脉能为我所用，应该感到荣幸。还有您这双灵瞳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不过以后你的一切都属于我了。这些年，我早已把自己当作叶家之人，不管立下多少功劳，也从未觊觎家主之位一分一毫。哪怕我日后成就再高，也会报答叶家收留之恩。难不成就因为灵脉和灵瞳？你一个外人，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叶家的人了。呵呵，父亲当年将你收留，又将你认作义子，不过是为了你的灵脉与灵瞳，否则你一个流浪孤儿，连我叶家的一条狗都不如，又有何资格待在我叶家？这些年可真是让我好等啊！之前你在练武台上持剑而立的身姿，与李芊芊城头赏月，定下婚约的一幕幕逐渐闪过。你的出现让原本是大苍城第一天骄的叶问天成了陪衬，人们讨论的话题都是有关于你。叶问天仰慕已久的李芊芊也即将成为你的妻子。想到这里，要不是你还有利用的价值，此刻你早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。叶灵天，该还了，你的一切注定都是我的，包括李芊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如今我双眼被挖，灵脉被夺，已基本与废人无异，到头来终是一场梦。芊芊，我好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你内心翻涌，似是想到什么，原本已成死灰的心突然又变得坚定，眼神决然。荒天剑地，我答应了。事到如今，你终于想通了吗？残塔内发出一道无比苍老的声音，好似历经了无尽岁月的沧桑。事到如今，你终于想通了吗？我已无路可走，如今灵脉已废，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？半年前，你帮叶家抢夺一条矿脉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处上古大能的遗谱，这残塔就是在其中所得，名为荒天剑塔。根据这残塔当中的意识所说，它乃是独断万古的荒天剑帝。吞9天灵气，那10地精华，一剑可斩诸天，断万古。可惜在渡劫时被其他大能连手抽起，最终陨落在茫茫雷海当中，身死道消。仅一缕意志残存于这破碎的残塔当中，漂流至今，最终被你所得。这塔虽是残破之身，但其中剑帝传承岂是那般简单获得？单论自废灵脉，便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，这其中自然包括当时的你。只是如今，当真是命你。此间传承，乃是当年吾沉浸剑道无尽岁月明悟所创，今传于你。此功法名为荒。这功法居然是全方面修炼，甚至根本不需要灵脉。小子，此功法不修灵脉，只练剑道，可通过吞噬剑道壮大自身。荒天剑剑塔中还封印着7把剑，每一把剑都蕴含着无上机缘。当你有能力拔出这些剑的时候，便知道了。师尊，我现在就想试试。你这滑头小子，既然叫了我一声师尊，那便让你试试吧。这小子还真是天生与剑道相契合。此刻你的修为已经攀升至宗师大圆满，远超之前，哪怕是离武灵境也不过一步之遥。仅只是拔出第一把剑，便让你收获巨大。我的修为恢复，丹田之中更是凝聚出了3000剑气，这便是剑中机缘吗？这不过是普通的剑气洗礼罢了。至于机缘，第一剑为辟海运神丹，可帮助你提前开启神识之海；第2剑
金身淬体丹可助你淬炼肉身，以承载更多的剑气。第3剑为灭世魔瞳，你虽然双眼被挖，但灵瞳本源底蕴还在，想要融合这灭世魔瞳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真是为我量身打造一般，多谢师尊。好了，我要继续沉睡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芊芊，我回来了。叶家，我会讨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家主，如今这叶灵天出了事，若是日后云顶学宫前来要人，恐怕不好交代啊。诸位长老可放心，这云顶学宫看上的不过是此子天品灵脉的天赋。倘若我叶家送往学宫的是一位圣品灵脉，你们觉得他们还会在意去的人是谁吗？圣品灵脉。待问天此次出关，便以圣品灵脉展现在众人面前，我儿当有武圣之姿。叶家也将马的青云直冲云霄。家主，叶灵天曾为我叶家立下汗马功劳，我们如此这般，是否有些不妥？有何不妥？若不是我当年收留的，恐怕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如今这一切，就当是他报恩了。可是，大长老，你老来得子，可惜是先天不足，恐怕如今时日无多了吧？我这里有一秘法，可逆炼他人精血。子汉如果习得此法，炼化叶灵天的精血，便可以弥补他先天不足的缺憾。谢过家主。难道是圣品灵脉引动的天地异象？这是少主出关了吗？此等异象，难道是我大苍城有绝世天骄出世呢？一朝少年拔剑起，又是苍生10年劫。没想到刚刚融合就晋升圣品，修为也随之提升到了宗师大圆满之境。咦，这天地异象是因为我融合了圣品灵脉而诞生的吗？这便是灭世魔瞳吗？果然霸道，居然可以浮现在神识之中，即便我仍然看不见，但由于之前服用的丹药，让我在宗师境界就开辟了神识之海，现在甚至要比以往肉眼所见的还要清晰。叶子翰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灵天哥，我的情况你也清楚，如今只有你可以救我了，对不住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家主恩赐了我一部秘法，只要将你的精血逆炼，就可以弥补我的先天不足。我还不想死，我真的很想继续活下去。你当真要如此？这些年我对你百般照顾，你可还记得，若不是我3年前冒着生命危险，从凶兽山脉深处找来一株灵药给你续命，你早就已经魂归黄土了。对不住了，我只想活下去。你居然能挣脱开？难道？不要啊，灵天哥，不要杀我，我可是你的弟弟啊！弟弟，你刚刚不是还想杀我，逆炼我的精血吗？我没有你这种兄弟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李芊芊的下落。说，关于李芊芊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什么？你消失以后，家主便对外宣称你想要篡夺家主之位，已经被就地正法。那李芊芊知道消息后，不愿相信，一夜白头来叶家大闹一场，满城风雨，甚至城主大人亲自出手都没能奈何他。最后是一位云顶学宫的长老出手才将其镇压。他怎会有这种实力？现如今他怎么样了？灵天哥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据那名学宫长老所说，他是一种罕见的特殊体质，便将他带回云顶学宫修炼了。原来如此，云顶学宫吗？想必叶问天晋升圣品灵脉后，会顶替我前往云顶学宫，而距离学宫招收学生的时间还有7日，叶家就让你们再多苟活几日吧。好了，你可以上路了。灵天哥，你不是答应我，只要我说出李芊芊的下落，你就放过我吗？哼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放心，你们叶家有一个是一个都跑不了的，到时候你们黄泉再聚。没想到这叶家的密室居然是建在凶兽山脉当中，我在叶家这些年还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处地方，看样子是早有谋划，不过都无所谓了。这样就好看多了，别有一番盲人剑客的味道。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何事？如此大惊小怪？禀报家主，大长老叶灵天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见了？子汉呢？他人在哪？他被人扭断了脖子。叶灵天，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，多叫些人跟我进山脉。
没想到那叶灵天就这么死了，可惜没能亲手杀了他。这一行人便是距离大仓城不远的一个城池天井城张家之人。说话的男子名为张月山，半年前与你一同争夺一条矿脉，不敌于你，耻辱败退，让他这位天井城第一天才少年，从此成为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笑话，以至于让他一直怀恨在心至今。师兄不必在意，如今你已是武灵境的强者，哪怕叶灵天还未死，他也再难和你相提并论。那是自然，如今的我杀他如土狗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，给我滚出来！见到出来的人是你，张家几人无不瞪大眼睛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叶灵天，你竟然没死！刚刚好像有人说杀我如土狗，是我又如何？我如今已踏入武灵境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宗徒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没想到你成为修为散尽的废物，那便拿命来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的肉身力量竟然这么强，不过也就这样了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杀你足矣。双目失明，修为尽散，还敢口出狂言，灵犀剑诀。哎呦！我明明感受不到你有任何的修为，为何你还能施展出如此凌厉的剑道？是你太孤陋寡闻了，天井城第一天才也不过如此。刚刚对战时才发现，如今我丹田内的剑气比之前还多了500道，看来只有不断的战斗才会让我更快的变强。废话少说，受死！前方有打斗的动静，快都跟我来！你此时也通过神识感知到叶家之人。这场战斗到此为止吧。大长老，我们该如何？此子有些古怪，还是先回去禀报家主，再从长计议吧。大长老，既然来了，就别回去了。大长老，他刚经历过战斗，消耗肯定不小。我们人多势众，要不……简直胡闹！想死也别拖上我啊！灵天，这些年我待你不薄吧？当年甚至不顾危险的救你性命，这些事你不会忘了吧？别在这里假惺惺了。这些年我为叶家做的一切，早就足够报答叶家的恩情了。我与叶家也再无任何关系，现在是你们欠我的。完了，大事不妙，得赶紧溜。地心岩洞的地图吗？有意思，那就去看看吧。这地心岩洞的地心火焰居然有淬炼肉身、凝练修为的作用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接下来的几日就在这岩洞中度过吧。这股气息，居然是武王境大圆满的火灵兽。不愧是武王境圆满的凶兽，鳞甲这般坚硬，那便尝尝这招。一下子动用全部剑气，虽然威力惊人，但消耗也太大了。往后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用的好。这岩洞随时可能坍塌，得赶紧离开了。小家伙，别着急离开，岩洞底下可还有好东西呢。师傅，您不是沉睡了吗？这下面有啥好东西还能把你惊醒？如果我没感应错的话，底下应该诞生了地心神火，属于天地神火当中的一种，对淬炼修为有极大的裨益，甚至可以帮你加速凝聚剑气。嘿嘿，还有这种好处，那便富贵险中求。咦，这是火灵兽的幼崽？这火灵兽身负上古一种火麒麟的血脉，你可以将其圈养起来，当作战宠，说不定假以时日，它血脉觉醒，可成为你一大助力。那便是地心神火，可这里温度太恐怖了，即使我以剑气抵御，也只能勉强承受这里的高温。师傅，如此威能，我真的可以直接吞噬吗？我先帮你将其收入塔内，利用塔内法阵将其压制，你再慢慢炼化。嘿嘿，
多谢师傅。还好此次有师傅在，不然还真奈何不得这地心神火。先看看师傅如何了。好恐怖！即便有法阵的隔绝，我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威能。抓紧时间，开始炼化吧。叶问天出关，并且晋升为武王境的强者，前途无可限量。这一日，大苍城的名门望族都前来祝贺。感谢诸位前来祝贺，为表谢意，也为了庆祝我而出关。我叶家将在大苍城大摆7天的宴席。叶家主好魄力，恭贺叶家主，贺喜叶家主。敢问叶家主，这7日宴席之事，城主大人可有同意？这大苍乃众人之大苍，非城主一人所有，不至于这么点小事也要经过城主同意吧？诸位，你们觉得叶某所说可有道理？此言一出，众人再次沉默。叶震南这番话意思已经非常明显，就是要逼在场所有人表明立场。见众人不说话，叶震南再次施压。我儿有圣品之资，此次出关庆祝的隆重一些，不应该吗？诸位倒是说句话。叶家主说的合情合理。叶问天是我大苍城有史以来第1位圣品灵脉武者，此乃我大苍城之幸。对呀，如此幸事，隆重庆祝也理所应当。城主府未免也管得太宽了。这一日风雨欲来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在不久之后，这大苍城恐怕要改姓。家主，这叶灵天一日不除，始终是个隐患，连大长老都死在他的手中，恐怕他的修为已经恢复了。即便他恢复了修为，也翻不起什么浪花。若是他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一定亲手将其斩杀。云顶学宫招生就要开始了，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。是啊，暂时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。放心，云顶学宫的名额我势在必得。不愧是我，当有这种自信。至于其他的事，等拿到名额以后再说。狂风剑宗剑狂前来拜会大苍城第1天骄。这狂风剑宗的剑狂究竟是何许人也？竟然这般明目张胆的来大苍城叫板。据说这剑狂本是狂风剑宗的一位魔剑弟子，资质平平，并无什么过人之处，而且还是一个凡品灵脉。可不知为何有一天，其修为暴涨，剑道造诣突飞猛进，一连将宗门之内所有同辈的弟子全部打败，甚至有些长老都不是他对手。之后便开始独自一人去往各个宗门亦或是城池挑战年轻1辈的天骄，以磨练自己的剑道之心，剑狂之名也由此而来。那如今这剑狂是何修为？不得而知，因为目前为止他一直是全胜的战绩，从未动用全力，且不乏有9品武灵境的强者败在其手。不得而知，因为目前为止他一直是全胜的战绩，从未动用全力，且不乏有9品武灵境的强者败在其手。问天，对于此事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自会将其击败。难不成你们大苍城的天骄都是胆小鼠辈，应战都不敢？父亲让我去教训教训这张狂之人。此事你无需理会。可是父亲，你还不能暴露，静观其变吧。修得猖狂，便是你要挑战虚空飞行，那是武王境才能做到的。武王境总算来一个像样的了。来吧，我已经等很久了，一招定胜负，如何？那便如你所愿。狂风斩，逐日，天剑实质。不愧为大苍城第1天骄，剑狂之称果然名不虚传。两人的最强一击以平手而告终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地心神火果然非同凡响，如今我丹田已可凝练18000道剑气，且每一道都比之前更为精纯，修炼速度也是以往的数倍。不过也是时候该走了。好强大的剑气！你是何人？这位道友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把你给打趴下，或者是被你给打趴下。叶家派来的人？什么叶不叶家的？没听说过。在下狂风剑宗剑狂，见得道友剑法惊人，特意想来领教一番，还望道友不吝赐教。来得好，正好我也想试试我的剑，出招吧。道友接好了，狂风斩，逐日。是我说了，在下心服口服。承让。
今日我以断剑为誓，3年之后我会再临此地，到时候我一定赢你。可以，我等着你。不过你届时需要去另一个地方找我了。何处？云顶学宫。今日便是云顶学宫招生之日，整个大桑城，甚至是附近城池的年轻一辈都汇聚于此。进入云顶学宫修炼，是每一个武者梦寐以求的夙愿。从云顶学宫出来的学生，日后无不是名震八方、威震4极的存在。这就是云顶学宫的牌面吗？这等气势，实在让人望尘莫及，实在是太有压迫感了。仅仅是抬头仰望，就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这3人都是云顶学宫的长老，今日将由他们亲自担任考核的评委，整个招生考核也都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。此次考核要求和内容，诸位听仔细。年纪在25以下，并且通过考核的皆可获得进入云顶学宫的名额。本次考核一共分为3个环节。第一个环节力量测试，排名前64之人进入下一轮。第二个环节天赋测试，排名前32之人进入下一轮。最后一个环节便是实战测试，从32人当中决出8人，这8人便可真正进入我云顶学宫。红色石碑用来测试力量，只要对着它打出一拳，石碑上就会留下印记。金色石碑用来测试天赋，将手贴在石碑之上，就能呈现出个人的天赋。现在考核正式开始。灵药力量测试1500斤。我操！没想到第一位进行考核的就有这样的成绩，看来这林家的灵药在这第1轮测试当中是稳进前64了。是啊，这难度也太高了，看样子此次我是没希望了。一人接着一人进行考核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人群中传来一阵喧哗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出现能够撼动石碑的考核新生，还是在300年前。不错，这圣品灵脉确实不凡，恐怕这叶问天已经有3品武王的修为了。如此年纪就有此等修为，确实难得，即便在学宫当中，恐怕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。这就是圣品灵脉的恐怖吗？真是让人望而却步。看来这叶问天进入云顶学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。这叶问天明明可以直接进入云顶学宫，可却还要当众参加考核，明显就是在给城主普示威。随着第1轮的测试结束，最终有64人进入下一个环节。第2环节以叶问天的天赋更是闪耀整个大桑城，以至于在第3轮实战测试当中，抽签与叶问天对决的人全部都齐全了。此次云顶学宫考核正式。等等，此次云顶学宫招生考核已经结束，你若是想参加考核，下次再来吧。我之前便收到了你们云顶学宫的特邀，也不知道这个邀请如今还算不算数啊？学宫特邀？难道你就是叶灵天？传闻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死？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你这种不忠不义之人，有什么资格加入云顶学宫？当年我父亲好心收留你，你不懂得知恩图报这就算了，居然还想篡夺我父亲的家主之位，现如今还有脸出现在这里。真没想到这叶灵天竟然是这种人，简直是忘恩负义的混蛋，当真是好人不偿命，祸害1000年啊！好一个忘恩负义，好一个恩将仇报。叶问天，这些话从你口中说出来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曾经我是义父为生父，视你为亲兄，是叶家之人为最信任的人，可你们呢？挖我双眼，夺我灵脉，毁我一生，如今还诬陷我篡夺家主之位，让我背负骂名。我真想知道，究竟是谁才是真的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？逆子，还敢在这胡说八道！你所作所为，叶家上下亲眼所见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证。我真是后悔当初。哼！你少在这里假仁假义，当初收留我，不就是为了我的灵脉与灵瞳？我真心待你们叶家，你们却暗中算计我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。今日我便要报挖眼夺脉之仇。一位是圣品灵脉，一位更是那位钦点，怎么办？我云顶学宫向来不干预个人恩怨，他们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只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在这叶灵天身上，我竟然感知不到他的灵脉有任何修为波动，但偏偏又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凌厉的气息。即便他修炼有什么可以隐蔽修为的功法，但以我等修为，不可能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，实在是太过于古怪了。确实有些古怪，应该是有些机遇，我们就静等结果吧。两人刚交手，仅仅一击，叶问天便落入下风。好凌厉的剑芒！
这一剑恐怕是武王境圆满的强者都不敢轻易触碰。叶灵天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叶问天继承圣品灵脉以后，本该傲视群雄，开启一条无上煌煌之道，受万人敬仰，成为整个南域甚至整个大陆最为耀眼的存在。但如今还是被叶灵天一剑击碎，而且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这让他有些癫狂。丹药服下的一瞬间，竟从武王境直接攀升到了武皇境。叶灵天，今日你难逃一死。他刚刚服用的是5品丹药虚灵破境丹，这叶家看来还有些本事，竟然能有办法弄到5品丹药。服用此丹药的武者，可以在半个时辰之内提升一个大境界的修为。虽然可以短暂的获得强大力量，但同时服用此丹药的副作用也是不小的。待到丹药的效果消失之后，整个人也会变得虚弱无比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修为还会在原有基础上跌入一个大境界。可即便付出如此代价，他也要服用此丹药，可见他真的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好惊人的剑气！从出手时的波动判断，这叶灵天的修为实力应该也是在武王境层次。他竟然能在这个修为就掌控了如此多的剑气，可见他对剑道造诣的理解远比一般的武皇境都要高深。我之前还觉得奇怪，那位为何要亲自选定叶灵天，如今终于是明白了，此子在剑道之上的天赋恐怕是万古独绝。我看不仅仅是如此，此子恐怕是传说中极为罕见的变异灵脉，他的灵脉发生了变异，不是普通的灵脉，所以我们才不能窥探到他灵脉当中所散发的修为波动。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，他体内所蕴含的应该是剑脉。剑脉，在神武大陆，一般的武者踏入修炼之后，丹田就会演出灵脉，这是每一个武者的根本。而灵脉的品质，从高到低可以划分为神、地、圣、天、地、玄、黄、凡这8种。除了这8种品质的灵脉之外，还有一种罕见的变异灵脉。不同的变异灵脉所拥有的能力与天赋都不同，比如毒灵脉的武者天生厄运毒体，走到哪里皆都寸草不生；还有一些火灵脉的武者弹指间便可赤地千里。而如今像是叶灵天这种剑灵脉，便是天生与剑道相契合，对剑道的领悟是能让常人望尘莫及的存在。叶灵天，如今我的实力已经达到武皇境，这是一种你难以想象的力量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如果你没有别的招式，那就结束吧。我们真的不出手吗？这叶问天如今实力堪比武皇境，任凭那叶灵天再如何精彩绝艳，恐怕也到此为止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无论是谁都不能破坏。若是这叶灵天今日陨落于此，那只能说明是他命中注定。叶灵天，这灵童你应该熟悉吧？今日我便让你见识见识这灵童真正的强大之处。你能死在这灵童之下，也算不枉此生了。灵童神马！叶灵天的气息消失了，难道他这是被瞬间抹杀了吗？这叶问天的实力果然恐怖如斯，如叶灵天这种绝世天骄之辈，都不是他的一合之下。等等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哎，此子出世，果真是苍生之际啊！叶灵天，你不可能战胜我的，我可是圣品灵脉天赋，我才是大苍城的第一天骄。叶灵天，你给我出来！亲手杀了你！叶问天双目失明，灵脉被挖，绝望、无助、恐惧，这种痛不欲生的感觉，他如今也体会到了。这种感觉如何？是不是生不如死，万年俱灭？我当日所受之苦，今日便一并还给你。在你们算计与陷害我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日。在此恭请叶家之主升天。方才那双眸子究竟是何物？竟然连我都感觉到了些许的忌惮。这个叶灵天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底蕴，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如今我真是由衷佩服那位的眼光，如此的逆天妖孽，他都能够发现。我真的很期待这叶灵天将来在云顶学宫的表现，也不知在这天骄云集的学宫之内，他还能否保持着如今的姿态。今日这一切总算是告一段落。
从今日开始，叶家也将不复存在。你大仇得报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，反而神色复杂。罢了，以往种种便在今日烟消云散吧。罢了，以往种种便在今日烟消云散吧。叶灵天，学宫之中，天骄众多，切勿怠慢修行。1个月后，我们学宫再见，到时候可别让我们失望了。你们说，那位常年在外云游，他又是如何发现叶灵天这等逆天妖孽的？难不成他就在这大苍城附近？有强者在用神念窥探我等。我等见过院长。行了，都回去吧，别打扰我体会万丈凡尘这人世间的百态。没想到院长大人真的在此附近，多年不见，院长的修为如今又有所增进。我已然不能感受到院长身上有任何的修为波动，想必院长距离那个境界应该是不远了。只是院长不是说要游历人间吗？这次怎么扮演起乞丐来了？这未免也太失身份了。听闻院长在这个境界已经沉浸了数百年之久，自身底蕴早已经达到突破的条件，但想要突破桎梏，始终还差一个契机，因此便入这尘世界，体验人间百态，希望能在这其中明悟大道，寻找到突破的契机。这座城有太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，但都过去了。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了。唯有走出去，才能见识到更为辽阔的天地。芊芊，等着我，1个月的时间，我会变得更强。我操！师傅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第2把剑啊？哈哈，小家伙，别贪心不足。你虽然修为大增，但想要拔出第2把剑，还是差点火候。差点火候？那我究竟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拔出第2把剑？想要拔出第2把剑，你的剑道造诣最少要领悟剑意。如此说来，凝聚剑意就能拔出第2把剑，那往后的剑对应的剑道造诣岂不是剑士、剑心、剑道？从剑气开始到剑意、剑士、剑心、剑道，5个不同的剑道造诣分别对应着5把剑。可这塔内一共有7把剑，最后的2把要如何拔出？这些距离如今的你还太过于遥远。如今知道这些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到了届时，你自然就会明白，其他的多说无益。这老家伙故弄玄虚，整得神神秘秘的。突然，你感觉到体内有一股不属于他的力量在涌动，并且充满魔性。你不禁捂着胸口，咬牙切齿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脸庞之上也在蔓延着一道道黑紫色的。这是灭世魔瞳当中所蕴含的力量，怎会如此霸道，仿佛要将我侵蚀？莫慌，这灭世魔瞳乃是上古神魔的眼睛，其中自然蕴含着无比澎湃的魔气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强行催动它，很容易就被这魔气所侵蚀。但你体内拥有地心神火护体，无需为此担忧。此地心神火乃是至阳至刚的存在，由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为媒介凝聚而成，天生对一些妖魔之气有着克制的作用。你只需要催动地心神火，便能将入侵体内的魔气给炼化。真是奇怪，为何我第一次催动灭世魔瞳的时候，并未出现这等情况？任何事物的爆发都会有一个累积的过程。你第一次催动的时候，魔气尚未成型；待你第2次使用灭世魔瞳的时候，体内的魔气数量逐渐增加，以至于出现方才的情况。那这灭世魔瞳岂不是一个定时炸弹？若是有朝一日魔气越来越多，地心神火压制不住这魔气之时，我会不会因此而坠入魔道？你也不用为此太过于担心。倘若地心神火压制不住这魔气，难道你就不会多寻几种天地神火一同压制？一个人还可以炼化多种神火？那是自然。天下大道万千，神火亦万千，而神火之上还有道火。道火是什么？道火是什么？这道火分为先天道火与后天道火。先天道火不言而喻，乃是天地衍生而出的大道之火，而后天道火便是通过自身道运的升华，将自身原本拥有的神火晋升为道火。还有就是神火之间可以相互吞噬，一缕足够强大的神火，并且吞噬足够多的火焰，也有可能晋升为道火。
师尊果然说的没错，这山脉当中竟然真有邪魔出现。就在前方不远处，抓紧时间，别让这邪魔给跑了。这位道友，方才误会了，实在抱歉，我们是父亲玄霄宗的弟子，得家师之命前来此探查妖魔的行踪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此地朗朗乾坤，也有妖魔敢来此作祟。前不久我们师尊路经此地，便隐隐感受到有一股邪魔之气蔓延而出，觉得有些不放心，便派我3人前来此地查看。对了，我叫李辉，这位是我师弟张延兴，还有这位是我师妹穆秋言，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叶灵天。原来是叶兄，幸会幸会。对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看叶兄应该刚刚踏入修炼不久，而且又独自一人，还是趁早离开为好，以免发生什么意外。叶兄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您又是独自一人，还是早点离开为好。多谢提醒，我也只是路经此地，并未打算久留。那叶兄，你我就此别过，我还要继续查看这里的情况，就不多闲聊了。这几人还不错，为人正直，哪怕认为我是刚刚踏入修炼的武者，也没有轻视的意思。想来这玄霄宗门风正派。小家伙，我感受到附近有一道古老的气息，想必应该是有一处上古遗迹，说不定有什么机缘呢。要不要去探探？果真是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你这臭小子，虽然我年纪大，但是我不老。血魔宗的余孽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没死绝。结，弟兄们，这2个男的直接斩杀，然后炼化成我们修炼所需要的养分。至于这女子，把她修为废了，然后带回去好好享受享受。邪魔，休想！师妹，你先走，回去报告宗门，我们来给你断后。杰想回去通风报信，别做梦了，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，死吧！杰想回去通风报信，别做梦了，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，死吧！你是何人？竟然敢多管闲事！李兄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混账，居然敢无视我！给我！血爪，你居然敢杀我血魔宗分堂的堂主！我们宗主若是知道此事，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是吗？叶兄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可明明身上没有任何修为波动，难道他修为已经到了我无法窥探的程度？我之前还担心他来这儿，真是可笑啊！叶兄大恩不言谢，请受李某一拜。举手之劳。对了，方才我听闻对方是血魔宗之人，这血魔宗又是何情况？实不相瞒，这血魔宗是一个由众多歪门邪道之人建立起来的，他们嗜血成性，残暴无情，以逆炼他人之精血，夺他人灵脉甚至身体的某些部位来供自身修炼，惨无人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10年前，我师尊为匡扶正道，一人一剑独上血魔宗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，但他也是被血魔宗的宗主血幽所重伤，从此留下旧伤，至今未能痊愈。前不久，我师尊感应到了他们的气息，怕那血魔宗卷土重来，便让我等前来此打探。再然后发生的事情，叶兄你也是看见了的。逆炼他人之精血，夺他人灵脉，这与叶之南所拥有的秘法极为相似，难不成？没想到这血魔宗竟然修炼如此狠毒的功法，的确是人人得而诛之。这血魔宗的方位，你们可知在何处？叶兄，你这是？自然是斩草除根。据师尊所说，血魔宗所在之地便是离此处不远的黑云山，但极为难寻。不过在这湖泊当中有一条隐蔽的通道，当初师尊便是从这通道潜入，杀上血魔宗的。师傅，你所感应到的上古遗迹，该不会就是那血魔宗的地盘吧？应该是，说不定这血魔宗之人也是无意中发现了这上古遗迹，见其足够隐蔽，便将其当做了宗门建立之地。那古老的气息是从你左前方传来，去那边看看。可惜最近找到的血石大多都是一些武灵境之下的武者，要是能找到更多修为高的武者，我必定能以最短的时间内突破武皇境。玄霄宗道玄子，10年前之仇，我必定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人杀上宗门了。你可看清究竟是何人来我血魔宗？回禀宗主，
因为事发突然，小的没看清楚那人的模样，只见他一人一剑直上山门。孤身一人一剑，难道是道玄子？这应该不可能。10年前他也被我重伤，想必如今都还没有恢复过来，不可能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前来此地。既然不是道玄子，那又会是何人？何人敢在我血魔宗放肆？师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上界尸骸族的尸山血海宗，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也有他们的传承。小家伙，你可要小心了，千万别被这血海给吞噬了。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必然无法挣脱，最后只能化作这万千冤魂的沧海一粟。小家伙，你可要小心了，千万别被这血海给吞噬了。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必然无法挣脱。一个盲人也敢来我血魔宗撒野，当着我的面还敢继续动手，找死！果然有些本事，难怪敢独自一人上我血魔宗来。但仅仅如此，还远远不够。像当年的玄霄宗的道玄子，也是独上我血魔宗，最后也只是落得个重伤而归的下场。你与他相比差远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那就成为我血海当中的一部分了。哼，只怕你没这么实力。结，没用的，你根本就破不了我的血海大阵。你也就这点本事，只能躲在血海当中做个缩头乌龟，难怪被那道玄子一人挑了整个宗门。你还没有资格让我亲自出手，乖乖成为我血海的一部分吧。我会将你炼制成为一道最为强大的血奴，让你在这血海当中永生不死。血奴，师傅，这血奴又是什么东西？神魂化作血海，肉身炼制尸山。你如今所看到的血海，不用我说，你也能感受到其中所封印的无尽冤魂。至于这血奴，这竟是五黄境的血奴。小子，你麻烦大了，他可是真正的五黄境，绝非当日那强行将修为提升的叶问天可以比拟的。尽情感受恐惧吧。师傅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东西？地心神火有用吗？这东西太过强大，背后又有血海作为仰仗，恐怕你催动地心神火还没完全将其焚烧，你的底蕴就要消耗殆尽。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不过风险太大了些。什么办法？将其吞噬。师傅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血奴如此庞大，一只脚都如同山岳一般，你让我怎么吞噬？原本打算等你晋升五黄境之后，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。也罢，这或许就是冥冥中注定。灭世魔童其实还有一种能力，便是吞噬万物。你可还记得我传授你的功法当中，其中有一种修炼方式，便是吞噬剑气，而灭世魔童便是用来充当功法的媒介吞噬用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你说风险太大，一口吞下血奴，这谁顶得住？恐怕我还没吞噬完，就要落得个爆体而亡的下场。还能这么玩？难怪说他有血海做依仗就会越来越强大。看来如今想要对付他，只能铤而走险了。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为何我面对这双眸子的时候，内心会凭空生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？难道这双眸子也是魔道之物？可恶！别给我住手！你竟敢吞噬我的血奴！实在可恶！这盲人究竟是何人？如此年轻，竟然比当年的道玄子还要强这么多。血院，大事不妙，赶紧出关！大哥，是发生了什么大事？如此急着让我提前出关？
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带着血魔瓶离开这里。若是我不能去与你会合，血魔宗的未来就肩负在你的身上了。你务必将血魔唤醒，这是重振血魔宗的唯一机会。师傅，我快要到极限了。将地心神火催动到极致，加快炼化的速度。要爆体而亡了吗？这便是荒天剑意吗？我千辛万苦炼制的血奴就这么没了，你真该死！拖我血奴回我魔宗，我血幽即便永坠冥渊，也要拉你一同共赴九幽。黄黄魔道，以血染天。这血幽也是个狠人，竟然把自己献祭成了血奴。但也到此为止了。即便你成为了血奴，对于如今的我而言还是太弱了。可恶！你给我去死！你杀不死我的，在这血海之内有我万千神魂，血海不灭，魔将永生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还能通过血海复活多少次。哼，你休想！我说过了，你杀不死我。我血海当中之神魂何其之多，就算你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我。哼，别做梦了，抬头看看你的血海吧。啊！终于结束了，此次还真是险象环生啊！这样的宗门还是毁灭吧。小家伙，被你劈开了山门之下有好东西，快去！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了，大宝贝，我来喽。师傅，这是什么灵草？竟然能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下，而且感觉这果实当中蕴含着一股无比澎湃的生命力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天眼血精骨，需要有大量的精血滋养而生，服用之后可大幅度提升自身的气血之力，是强身健体、凝练肉身的灵果。哦，但此果对你来说作用不大。这种果实，修为越低的武者服用效果越佳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若是服用，顶多也就能提供一些气血之力，并不能起到凝练肉身的效果。那我整治半天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什么叫白忙活？塔内不是还有一个小家伙吗？你可以用来喂它。那小家伙若是服用此果，可以让其更迅速的成长，也可早日能成为你的底蕴之一。哎，好吧，只能用来喂那小火灵兽了，真是便宜它了。等等，此果能在这种环境之下生长，倒是也有些奇怪。你将其挖开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底下应该还有宝物。师傅，您老下次能不能直接把话说完？师傅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此乃血照经，应当是这血魔宗常年吸取活人精血，精血气息异常浓郁，再经过日月精华、天地灵气的温养，久而久之，才凝聚成此晶石。这东西对你还有些好处，将其炼化，应该能让你的肉身提升一个小层次，并且也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稳步如今的修为。嘿嘿，师傅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少在这里贫嘴，赶紧离开这里！我察觉到已经有人在往此处赶来，而且人数众多，修为不弱。
好嘞。这事已经结束了。这山门是被人用剑劈成2半的吗？是哪位大能出手了？看着山门当中残留的剑道道痕，判断此人最少是一位凝聚出剑意的大剑修。难道都是叶兄一人所为？他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！叶灵天，师妹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想起来，这叶灵天是何人了？他不正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、大苍城第一天骄的那位叶灵天吗？你说叶兄是那位打败了狂风剑宗剑狂，并且一剑斩灭圣品灵脉的叶灵天？你一人一剑独上血魔宗，一剑斩邪魔的消息再次令南域震动。时间飞快，转眼就到了云顶学宫入学之日。听说了没？这届的新生当中有几个实力不错，尤其是那个叫叶灵天的，最近更是传得沸沸扬扬。叶灵天，我倒要看看能让芊芊如此牵挂之人究竟是何许人也。在云顶学宫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修炼路径，只要去到对应的分院登记，便会有对应的导师指导修炼。而这些分院也是流派众多，有专门修炼各种兵器的，有专门修炼丹道的，有炼气的，修炼肉身的。具体详情你们登记以后，去各自的分院再进行了解。这一届的新生似乎要比以往更加优秀，其中就有几个不错的好苗子。那碧云城的杨飞翼，圣品灵脉5品武王；东云城的龚婉君，丹道奇才5品炼丹师；南岳城的苏岩，冰灵圣体7品武王；莽山城的石破天，肉身强横，权力可达30万斤。还有一位便是那大苍城的叶灵天，是一位拥有变异灵脉的剑修。关于他的事迹，想必诸位也有所耳闻。这一届的新生真是令人期待啊！这丹道奇才龚婉君是我的，你们都别和我抢，其他的你们随意。那石破天肯定是加入我立堂的了。师傅，你说我应该加入哪个分院？有你在，我还需要去修炼剑道的分院吗？去专门修炼肉身的分院。你传我的这功法当中，不是也是专门修炼肉身的法门吗？我所传你的功法，自然是最适合你修炼的功法。让你加入修炼肉身的分院，不是他们的功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而是因为他们的修炼之法有何不同吗？我似乎感应到，在这修炼肉身的分院之内，封印着一滴大地精血，他们便是通过这大地精血所散发的气息来淬炼肉身。这大地便是传说中5圣之上的5帝吗？不，这所谓的大地是一种还要凌驾于5帝之上的存在。师傅，我从古籍记载中得知，5帝之上应当是5神啊。大地严格来说，它也还是5帝的境界，只不过是超越了5帝的存在，但又未达到5神的境界。大地指的是获得了天地认可的5帝，可以随意借天地之力为自己所用。5帝再强，也不过依靠自身实力。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你自称剑帝，难道说曾经的你也是在5帝甚至是大帝的境界？5帝算什么？即便是5神，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这老家伙都只剩下一缕意志了，还在这吹牛。看来这云顶学宫内的大地精血不甘被封印于此，想要冲破封印。小家伙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你尽量的找机会靠近这大地精血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将其炼化。这可是一个能让你快速变强的难得机会，你可要把握住。好的，在这云顶学宫期间，若非必要时刻，我还是少些出现。我刚刚已经感知到，最少有5道神殿之癖在窥探你，而且其中有2道神念非常强大，至少是5圣的实力。距离近，我可能有暴露的风险。好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师兄你好，还请麻烦你帮我登记。姓名、年龄、修为。叶灵天21，至于修为，应该是在9品武王左右吧。叶灵天，你就是叶灵天？叶师弟怎么有兴趣来我们炼体院啊？你不是擅长剑道吗？应该是去剑阁才是啊。嘿嘿，有谁规定剑修就不能来炼体院吗？不，没有。叶灵天同学，还请你稍等片刻，这件事情恐怕要让长老们定夺。长老，这位就是叶灵天，叶同学，
这是我们炼体院的刘副院长，也是云顶学宫的长老。学生叶灵天见过长老。这叶灵天怎么来炼体院了？若是他真的加入炼体院，那恐怕院长可就有的受了。剑阁的院长怕是不会善良。不过，嘿嘿，院长啊，只能委屈你了。这学生我是真的喜欢。果然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但不管怎样，老生带新生，这是云顶学宫的一种传统。林文武他是你的了，这段时间就先由你带着他在这里修炼。是，长老，走吧，叶灵天同学，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。叶灵天同学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。这屋子原本就我自己住，怪无聊的。如今你来了，我总算有个伴了。那以后就请师兄多多关照了。叶同学，这是哪里话？以你的天赋，将来肯定是要进入内院修炼的，到时候我还要指望你照顾我呢。哈哈哈。内院。对了，师兄，我想与你打听一件事情，在这学院之内，是不是有一位叫李芊芊的学员？不知他如今是在哪个分院？李芊芊？怎么了，师兄？叶灵天同学，你怎么一来就打听这李芊芊的事情？这李芊芊在云顶学宫可是出了名的冰冷女神，不知道多少人为之而疯狂，你该不会是想要？也没什么，只是来此之时偶有耳闻，心中好奇，所以就随便问问。以后就叫你灵天吧，这样显得亲近一些。但师兄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李芊芊，你还是最好不要招惹为好。还请师兄指点迷津。学院之内仰慕李芊芊的人众多，但他却从未理会过一人。之前还有一位学员对他死缠烂打，结果被他一掌打得到现在都下不来床。而且自从他进入内院之后，多一个追求者，便是那如今内院的第一天骄秦傲龙。现如今基本上没有人敢再明着追求他。之前入学大典的时候，我记得长老有说过，在云顶学宫修炼满1年的学员才有资格参加内院选拔，且唯有排在前8的学员才有资格进入内院。但据我所知，这李芊芊来云顶学宫也不到2个月，她又是如何进入内院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因为学院看中她的天赋吧。毕竟她可是云顶学宫开创以来第一个被破格进入内院的新生。之前从叶子汉那里得到消息，说是李芊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体质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云顶学宫才会如此在意吧。多谢师兄。走，我带你去吃点东西，就当是欢迎你加入学院了。积分制度，交易积分，怎么个交易法？在这世方之内，你可以交易丹药、功法、法宝、灵气、各种天材地宝与修炼资源，还有就是可以发布或者接受一些任务，以积分作为报酬。明白了，多谢师兄。有件事我还是得和你说一下。在这云顶学宫之内，其实还存在着许多帮派势力。若是有老生来向你索取积分，你就人人给了吧，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些帮派势力大多都是内院的学员组建的，他们可不好招惹。还有这种情况发生，学宫不制止吗？这是云顶学宫默许的一种规则，除非你加入一方势力，否则每月都要定期上缴一部分的积分。等我进入内院之后，我来罩着你。希望如此吧。师兄，前面那座是什么塔？我怎么感觉隐隐有一阵威压从塔内传来？那是我们炼体院独有的地穴炼天塔，在塔内修炼，不仅可以淬炼肉身，还可以凝视修为，让修为更加的浑厚。这地穴炼天塔一共9层，每一层的修炼效果也不一样，越是往上的，承受的威压越大，当然修炼效果也会越好，但想要进塔也是有要求限制的。喂，你就是叶灵天？糟了，他是炼体院的古林，在外院实力榜上排名第8，而且还是麒麟帮的成员。这麒麟帮便是内院第一天骄所组建的势力。灵天，你别说话，我来帮你解决。古师兄，这规矩我都知道，您看，要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，他一个新生罢了。这是我本月的积分，还请师兄笑纳。看你的面子上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别以为与我一同参加了几次历练，就可以和我称兄道弟了。你赶紧给我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师兄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我自己解决吧。可是灵天，放心吧。看不出来你一个盲人还挺有义气。听说你挺能打，一剑斩魔动，我怎么就有些不信呢？
你给他道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叶灵天，你在说什么？让我给他道歉？一个新生也敢这样对我说话，你配吗？这个新生完了，才刚刚入院就招惹到了古灵，恐怕古灵这一拳下去，这个新生最少是半个月卧床不起。叶灵天，竟敢对我出手，你摊上大事了！还敢威胁我？道歉。我道歉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这一次。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随时恭候着，你也可以随时回来找我，但前提是能承受得住我的怒火。滚吧！凌天，你还是太冲动了。如今你伤了古林，那麒麟帮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无所谓，有本事就让他们来呗。走吧，时间还早，带我去地穴炼天塔看看。凌天，你的地穴考验开始了，要小心。这就是大地精血的考验吗？来吧。通常来说，这地穴考验半个时辰之内都会有结果，可凌天接受考验至今足足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，除非是……快去通知长老。柳青雪是内院天骄柳青雪，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见到她，真不愧是云顶学宫3大美人之一，气质果然超凡脱俗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柳师姐，你快来看看，她接受地穴考验已经2个时辰，至今还没有结束，而且她的情况……这是地穴洗礼。你刚刚说她进入这个状态已经2个时辰了。是啊，如今已经快2个半小时了。她一个新生，第一次来地穴炼天塔就获得地穴洗礼，而且坚持了如此之久，出现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便是她的天赋妖孽到了极致，所以才能坚持到现在。第二种是她在洗礼的时候太过于沉迷，无法控制自己，也无法从中醒来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好澎湃的气血之力！我在塔内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澎湃的地穴洗礼。奇怪，难道是这小子与地穴产生了共鸣？双目失明，这小子便是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叶灵天。许长老，您快看看，这新生接受地穴洗礼已经2个时辰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？无妨，根据老夫判断，他目前应该还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清雪，当年你接受地穴洗礼，坚持了多长时间？回长老，半个时辰。看来这家伙的天赋还要在你之上了，哈哈！清雪，你又多了一位竞争对手了。竞争对手？他虽然天赋在我之上，可也才刚刚进入学院不久，想要追上我的脚步，恐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吧。而且我也不会一直停滞不前。好了，我要去修炼了。这次打算去第几层修炼？第5层吧。许长老，他会不会出什么问题？为了安全起见，您还是强行出手中断他的洗礼吧。再看看，若是他还没完成洗礼就被我强行中断，那对他来说就实在太可惜了。毕竟地穴洗礼的机会每人只有1次，所有人散开。小家伙，你还挺疯狂的，竟然想要吞噬这地穴投影。反正迟早都要将这大地精血给吞了，如今先吞他的道运投影又何妨？跟我年轻的时候还真像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你就不怕吞了这地穴道运投影后肉身承受不住？虽然这只是大地精血的一缕道运投影，但其中所蕴含的能量也是无比的庞大。嘿嘿，怕什么？不是还有老师你在吗？肯定不会让我就这样死的。哼，有强者在用神念之力窥探你，而且距离并不远，我该消失了。这老家伙存心的吧？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就是现在，第2道剑液，给我粘。2个时辰便凝练了11道剑意，3000剑意凝剑式。
这还仅仅是大地精血的倒运投影，若是吞噬了那滴大地精血，指不定能直接凝聚出剑势来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吞个大地试试。你在想屁吃？老家伙，你不是说你要消失了吗？我吞噬完了，你又出来了，现在就不怕被学宫的强者察觉？那强者已经远离了，所以我才出来。哦。他竟然坚持到了现在，而且还相安无事。这叶灵天实在是太妖孽了，竟然破了秦傲龙当年所创下来的记录。叶灵天，你跟我来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是哪位？灵天，恭喜你，竟然破了地穴洗礼的记录。这是看管地穴炼天塔的许长老，我们后面再说，你先跟着长老过去。这里就是地穴炼天塔的修炼之地。在这地穴炼天塔内，第一层设立有数百个这样的修炼石室，这些石室按照等级划分，可以分为天地玄黄4种档次，修炼起来也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天字号的石室效果最佳，黄级的最次。如今在你面前的便是天字号石室。如今你第一次来地穴炼天塔，可以享受新生保护期的特权，可以无条件使用这天字号修炼室一次。长老带我来这里，便是为了告诉学生这些。那你还想如何？没别的意思，学生感谢长老的一片好意，只是我的情况，长老也应当略有耳闻。不知道这新生保护期可否让我去地穴炼天塔的第2层修炼？敢问长老，不知道这新生保护期可否让学生去地穴炼天塔的第2层修炼？可以，倒是可以，不过你可要考虑清楚，一旦开始修炼，无论你能否坚持到修炼时间的结束，都会算你使用了一次修炼机会，而且保护期只有8个小时。长老请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那走吧，跟我上第2层。行了，我还有事情需要处理，你先进去试试吧。你的身份玉牌可以用来启动修炼室。多谢长老。这威压竟然如此恐怖，不过还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接下来的8个小时一定会让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一个档次。8个小时过去，你除了肉身得到提升，剑意也凝聚到了15档，修为更是到了武王境大圆满，随时可以突破至武皇。小家伙，如今是时候试试拔出第2把剑了。第2把剑吗？这是九霄天雷剑，此剑曾经是我所用之剑，在它凝聚出剑灵之后，一身道运早已经与我合二为一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也同样修炼了荒，造诣还要在你之上。等等，剑灵，这九霄天雷剑竟然是一把拥有剑灵的剑。据我所知，器灵的诞生与使用者息息相关，甚至可以说就是使用者的分身一般。而且剑灵认主，他人不可轻易使用，那我岂不是？九霄天雷剑竟然是一把拥有剑灵的剑，那我岂不是无法使用？你无需多虑，直接滴血认主吧。你自身也修炼了荒，与这剑道运如出一辙，应该很容易就让他再次认主。真的？嘿嘿，竟然真的成了！没想到这次收获这么大，还有第2把剑中的5个机缘。师傅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好了，我要继续沉睡了，你接着修炼吧。你就是叶灵天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，听说你很强，古灵在你面前一招都走不过。看样子来者不善，是麒麟帮派来的人。废话少说，如果是来报仇的，直接动手吧。哼！灵天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快停手！你们怎么就动起手来了？这位也是新来的学员，石破天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。叶兄果然实力非凡，今日一见真是让石某大开眼界。彼此，不过你为什么现在才分配到住所？没什么，之前跟那帮家伙打了一架，然后学院就让我换个住所了。说起来这件事多少和你有一些关系。此话怎讲？之前那古灵当着众人的面被你打败，自然是满肚子怨气。正好我作为新生刚分到那个宿舍，他们便想把气撒在我身上。我石破天虽然不爱惹事，但也从来不怕事，我就把他们全部打得都趴在地上。结果正好他们那个什么麒麟帮的一位内院老生过来了，
然后就打起来了。你和内院的老生动起手来了？别以为他是内院的老生我就怕了，虽然我挨了他一拳，但我也打折了他一条胳膊。要不是最后有学院的长老出手制止，我非把他打得满地找牙不可。可呀，破天，连内院老生都敢打，你就不怕他们来找你报仇？怕个锤子！有本事就让他们来。再说了，如今还有你在，我更无惧那个什么麒麟帮。你的事情该不会也要把我拉下水吧？你以为你跑得掉？你打了古林，就是和麒麟帮过不去。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？不如我们联手，直接打到那麒麟帮的人再也不敢来找我们麻烦。停！这麒麟帮可是内院第一天骄秦傲龙组建的，我看你们还是低调一些为好。管他什么内院第一天骄秦傲龙，他要是敢来，我照样打得他找不着北。对了，林师兄，不知这秦傲龙如今是何修为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近年来他极少与人动手，而且又不经常外出，所以很少人知道他如今的修为。但他刚进入内院的时候就已经是7品武皇了，推算下来，如今他最少也是武皇境大圆满，甚至已经踏入武宗的境界了。要知道，外院的一些长老也才武宗的境界。武宗，现在知道怂了？谁怂了？再说了，武宗又如何？实力也就那样。对了，初次见面也没准备什么，我这有几坛酒，是我们家乡纯手工酿造，正好给你们也都尝尝。对了，凌天，你是剑修，我这里有个东西应该对你有用。这是我在一个深山的洞府里找到的，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只觉得它无时无刻都散发着一股剑道道韵，应该不是一件凡物。你是剑修，想来对你有所帮助。小子，这可是蕴含着圣人剑意的稻草，快收下它，这对你有莫大的好处。这稻草的确非凡，将其带在身边，都能无时无刻领悟剑道法则。破天兄，谢了。客气什么？这东西对我来说又没用，它在你的手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拿了别人如此珍贵的东西，也要回赠一些才是。只是究竟要回赠他什么呢？如今身上只有20积分，想要找到一件适合的灵器，恐怕不太容易。看来还是得先赚取积分。嘿嘿。指点神剑玉雷真诀，酬劳2000积分。这云顶学宫的剑修都如此财大气粗，请问这位师兄对这部功法有何疑惑？你也修炼过这神剑玉雷真诀？并没有。你没有修炼过，那就赶紧走开，别在这里妨碍我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师兄稍安勿躁。虽然我没有修炼过这个剑诀，但对它其中的奥义还是颇有了解。9天神雷化身为剑，煌煌天雷以剑引之。这位师弟，方才是我无礼了，还请师弟不要见怪。在下楚中天，敢问师弟如何称呼？还是先说说你的疑惑吧。你修炼这个剑诀的时候，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？这神剑玉雷真诀一共分为9重，我修炼到第3层的时候，总是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曾经也询问过学院的导师，他说我底蕴不够，还需要时间去沉淀。可我这都1年过去了，丝毫不见有任何增进，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修炼的方式出了问题，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此剑诀以身引天雷，万千雷霆汇聚剑中，动则风云惊，天云必让。你之所以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是因为你缺少了修炼这功法的关键因素。什么关键因素？师弟，是什么关键因素？此剑诀是以剑为主，以雷为辅。这些年来，你只修剑诀而不练雷法，这神剑玉雷真诀自然就会止步不前。前3重或许还可以通过你的剑道造诣勉强修行，但想要突破到第4重，就需要修炼雷法辅助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去修炼一部关于雷法的功法，以加深对雷法的造诣便可。原来如此，真是多谢师弟了。这是2000积分，待我功法增进之后，我愿再多奉上1000积分。举手之劳罢了，这另外的1000积分就免了吧。但我却心中有一个疑惑，你们剑阁的学员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积分？师弟，你是新生吧？其实也没什么，你去一趟藏经阁就知道了。藏经阁吗？看来要抽个时间去看看了。这位师弟是来买灵气法宝的吗？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倾向的类型？
我先随便看看。那您随便看，也可以上手查看，只要不损坏就没事。这些行。这第二把剑的机缘之一无上剑运，只要触摸对方的剑，就能感受到对方的剑道造诣，凭此刚刚才能赚那2000积分。现在看来，其他方面的道运也可以感悟。你们听说了没？3日之后，学院内将举行一场盛宴，据说是那秦傲龙特意向学院申请举办的。当然听说了，而且我还知道，秦傲龙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的举办一场盛宴，是想要借着机会向那内院的李芊芊告白。这件事情早已经人尽皆知了。两位师兄，不知你们所说的盛宴要如何才能参加？这盛宴是学院举办的，所有学员都可以自行参与。哦，多谢。芊芊，这段时间你过得还好吗？我们终于有机会再见面了。原本是想考入内院再找你的，看样子得提前了。我如今这般模样，也不知道你见到我之后会如何。哎，罢了，一双眼睛而已，想必你不会在意这些。小家伙，你不是想要找一个合适灵器送给你的伙伴吗？你前方的那块金属可以直接拿下。师傅，这金属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这块金属并不一般，它表面上虽然只是一层炎炎乌金，但其中却另有乾坤。你先将其买下，我再与你详细解释这其中的奥妙。师弟可真有眼光，这块金属可是……行了，不用说了，这块金属我要了。不好意思，这块金属是我提前预定的，它是我的。这位师兄，这块金属我并没有得到通知有人预定的，而且也是这位师弟先看上的，所以按照规定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说这块金属是我预定的，那就是我预定的。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这位师兄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合规矩？呵，规矩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在这炼气院的地盘，我杨云帆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杨云帆，炼气院外院第一天骄，他可是学院内最年轻的5品炼气师。据说因为他的出色天赋，学院已经给他提前预定了内院的名额，届时只需要走个过场，就能直接进入内院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杨云帆在炼气院可是呼风唤雨一般的存在，即便是一些导师都不敢给他脸色看，甚至是一位长老都要给他3分薄面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长演的，敢和他抢资源。这位师弟，要不这金属就给这位师兄吧，我这还有很多品质不错的金属，相信一定还有您看得上眼的。如果我说我就要这块金属呢？哼，小子，你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告诉你，这块金属是我看上的，今日无论是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。抱歉，我真不知道你是谁，而且你是何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今日若是不给你颜色看看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哦，你这是想和我动手？哼，动手？这未免也太粗鲁了。你能看上这块金属，想必也是一位炼气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比比炼气造诣，谁赢了，这块金属就归谁，并且输的一方还要付这金属购买所需的积分。怎么，不敢？若是不敢，就乖乖的把这块金属让出来。珍稀之物，向来有能者居之，以免落在一些学艺不精的人手中，暴殄天物。若是比拼剑道，我毫不犹豫就会答应。可论炼气，我顶多就略懂皮毛。在大增城的时候，跟过一位打铁的老师傅学习过一些基本的东西。现在这局面，小家伙，答应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全能天才妖孽。师傅，你这是认真的？对于炼气，我只是略懂皮毛，最多也只能炼制出一些普通的灵气，甚至都谈不上是灵气，而是兵器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就是炼气吗？虽然我的炼气造诣算不上什么镇绝古今，但想要指点你胜过这小子，还是轻而易举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和你比比炼气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比？哼，果然有魄力。这样吧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太欺负你，我们就比试淬炼灵气，2个时辰内，谁淬炼出的灵剑品质最高，谁就获胜。至于淬炼何种灵气，就由你来选择，如何？可以，就比淬炼灵剑吧。这是紫龙晶岩鼎，真不愧是炼气院外院第一天骄，真是好大的手笔，连炼气炉都是一件6品法宝。糟糕，才想起来我没有炼气炉。莫慌，以心凝剑，以剑运气，以剑气化鼎，同样可以炼气。
这新生对剑道造诣的掌控已经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。若不是看他身上穿着新生的衣服，我还以为他是内院的天骄呢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此人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双目失明，精通剑道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就是那一剑斩魔宗的叶灵天吗？哼，不过哗众取宠罢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胜得了我？别痴心妄想了。这是什么火焰？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威能！我听说这杨云帆之所以能成为炼气院外院第一天骄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炼气天赋，是他还拥有一道异火，而且是从一只拥有武宗实力的吞炎龙甲兽身上所得。哼，叶灵天，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斗？跟我比拼炼气造诣，就算再给你10年时间，你也不可能胜得了我。今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这一剑斩魔宗的叶灵天也不过如此。异火，很了不起吗？没想到这叶灵天竟然还拥有一道更加恐怖的火焰，而且从威能上来看，远远要超过了杨云帆的火焰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如今叶灵天手上的那道火焰，应该是超越了异火的存在。超越异火的存在，神火，这是神火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拥有神火。神火又如何？即便你有神火辅助，也无法弥补与我之间的差距。在下不才，只淬炼到了4品巅峰的品质。师傅，你再不把压箱底的东西使出来，我就要输了。雕虫小技罢了，小家伙，你可曾听闻炼气生灵？师傅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！我若是有这等炼气造诣，随手就可以碾压那杨云帆。对常人来说，或许很难做到，但对于你而言，只需要将剑意化作道运胚胎与灵气融入，再淬炼一番，促使其成长，便可诞生出气灵。还能这样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这我是不是感觉错了？这灵剑当中传来一道情绪的波动，像是拥有了自主意识一般。这是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炼气生灵。天哪，这叶灵天炼气造诣居然达到这种地步！我输了，叶兄的炼气造诣已达公参造化，是杨某有眼无珠。我收回方才的不敬之言，在这里给叶兄赔不是了。这块金属按照约定，它是你的了。是炼气院外院的院长诸葛长老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这件事情也惊动了他？想必是他察觉到了叶灵天的炼气天赋，如今要亲自来拉拢他加入炼气院了。叶灵天，跟我来一趟。诸葛长老，您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。老夫只是好奇，你是如何能够将一件2品灵剑淬炼成拥有气灵的4品灵剑？这个，如果我说我只是运气好，长老可相信？哼，就知道你不愿意说实话罢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老夫也不该多过问。老夫再问你，你可否愿意加入炼气院？诸葛长老，这好像不太好吧？我如今已经是炼体院的学员，恐怕……炼体院那些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人能教你什么？你待在那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浪费人才。不如加入我炼气院，老夫可以保证，必定将一身炼气造诣倾囊相授，并且还可以给你争取一个保送内院的名额。如何？长老，冒昧问一句，保送内院是指现在可以直接进入内院吗？怎么，你很着急进入内院？实不相瞒，我之所以会来云顶学宫，其实是为了一个人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可以给你申请个人的提前考核，只不过考核的难度会大大增加。个人考核，只要能更快的进入内院与芊芊相聚，这考核算不了什么。诸葛老匹夫，挖人都敢挖到了我炼体院头上了，就不怕我把你这炼气院给拆了？叶灵天，别听他的鬼话，他答应你的，我炼体院同样可以答应你，而且我还可以破格将你纳入炼体院礼堂荣誉学员，可以获得永久无限制使用地血炼天塔的特权。哼，熊强森，你有本事就拆一个试试，真当我炼气院好欺负不成？再说了，如叶灵天这等天骄妖孽，放在你炼体院也是浪费人才。诸葛匹夫，你挖我炼体院的人还有理了，真想逼我跟你动手不成？我还怕你不成？有本事你就来！
你们两个闹够了没有？武吉玄，你们剑阁也要来插上一脚吗？不要误会，你们的事情我不想参与，我只是觉得这叶灵天在剑道之上颇有造诣，想与之交流一番剑道罢了。得了吧，就你这点歪心思，谁看不出来？交流剑道，我看你是想将其拉拢，加入你们剑阁吧？今日真是好生热闹，诸位居然都聚集于此，那怎么能少了我们但愿？耀玄，你这老家伙不在你的丹院炼丹，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你们能来，凭什么我不能来？听说这小子身负神虎，这对于我丹院来说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老夫自然要来碰碰运气。万一他真的加入我丹院也说不定。小子，他们能答应你的，我也同样能答应。另外，我丹院别的什么不多，漂亮的女学员最多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无耻！小家伙，看不出你还挺抢手啊，竟然能让4位武尊强者为了争夺你而大打出手。武尊，难怪仅仅只是散发的气势就让我难以承受，果然恐怖如斯。你们4个加起来都快3000岁了，这般胡闹，成何体统？副院长，好家伙，为了自己的事情，竟然还惊动了副院长。既然你们都那么喜欢这小子，不如给他开个特权，让你们4人一同栽培便是。你们4人难道忘记了？这叶灵天可是特邀生，乃院长亲自选定，特殊对待也情有可原。事情就这样定了，时间上如何安排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小子，从今日开始，你需要在剑阁、炼气院、丹院、炼体院4个分院同时修炼。至于修炼的时间，你自行安排。4个分院的资源也会对你全面开放，你可以任意使用，但所需要的积分你自行承担。这什么情况？在4个分院同时修炼，这是准备不让我活了吗？小子，你就知足吧。如今多学一些本事，便是增加你自身的底蕴，说不定将来就有用得上的时候。学生可以答应，只不过那内院保送的名额还做算吗？还内院报送呢？你想得美！如今你可以在4个分院同时修炼，这已经是史无前例了。即便是内院的学员都没有这种待遇，你就知足吧。诸葛长老，我来学院的原因你是知道的，到时可否帮学生申请进入内院的提前考核？你觉得自己还有这个精力？诸葛长老，拜托了，我保证不会耽误在4个分院的修炼。罢了，老夫答应你便是。但是想要提前参加内院考核，首先要通过我们4个分院的考核。学生定不负众望。敢问诸位长老，你们考核的要求分别是什么？让学生有个追赶的目标。炼气院对你的考核很简单，只要你炼制出一件诞生有6品气灵的灵气，便算是通过考核了。我剑阁之内有一座剑冢，一共分为7层，每一层里面都有万千灵剑。你只要能通过剑冢第7层的剑气洗礼，我这里你就算过关。小子，地血炼天塔你去过了吧？只要你能在地血炼天塔顶层修炼满8个时辰，那就算过关了。丹院这边只要你能炼制出一枚带有丹纹的6品丹药就行了。这几个考核内容听得我头昏脑胀，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二，真是一个比一个狠，简直不把我当人看。学生明白了。诸葛长老，您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送你一件灵气当做见面礼罢了。这里是我珍藏的炼气法宝，全都是我亲手炼制的，你可随意挑选一件，看上什么自己拿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你自己慢慢选吧。果然是老活样，明面上说4院同修，但暗地里还是偷偷给我一些好处，这不就是明摆着要暗中拉拢我吗？师傅，你说我该如何选择？有9霄天雷剑和荒天剑塔在，这灵剑类、空间类、防御类的灵气我好像也用不上啊。既然都用不上，那就借花献佛吧。你不是还要送一件东西作为回礼给你的伙伴吗？6品全盾就决定是你了。还记得你在方氏获得的那块金属吗？名为魔云金，将它融入这6品灵气当中，可以使得灵气法宝获得一定的成长能力，并且产生一些特殊的特性。原来如此，哈哈，好家伙，你今日可是出了风头了。灵天，没想到你在炼气之上还有如此造诣，连炼气院外院的第1天骄杨云帆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行啊你！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。对了，说起炼气，这个给你。
凌天，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种类型的灵气？这种拳盾我已经找了很久了，没想到你今日……快滴血认主，看看有何效果。灵气化铠，这拳盾竟然能有如此特性，难道是拥有气灵？如今可能还没有气灵，但你若是日后多加温养，这诞生气灵未必不可能。林师兄，你也别羡慕，近段时间我都会去炼气院修炼，你想要什么类型的灵气，尽管开口，到时我亲自给你炼制一件。当真？那是自然。对了，破天，你戴上这拳盾之后感觉如何？我感觉如今的我，即便是碰上一位7品以上的5黄境强者，也有把握战胜。凌天，不如我们打一架吧。那便来试试你现在的实力。这次最多算平手啊，下次再比过，待会儿你请客喝酒。平手算平手。你是新生吧？第一次来藏经阁。学生的确是头一回来藏经阁，长老有何指示？既然第一次来藏经阁，那我就给你简单介绍一些藏经阁的规矩。在这藏经阁之内，所有的功法你都可以学习修炼，但也要支付相应的积分。购买了功法之后，进入密室之内便能学习功法。而密室之中布置有法阵，可供你选择学习功法的方式。学习功法的方式？学习功法一共有3种方式，一种是法阵投影，一种是学院的老生亲自指点与讲解相应的心得，最后一种便是让学院的长老甚至是院长亲自指点。后两者需要支付额外的积分给予指点你之人，你去那边的任务栏看看就知道了。好了，基本就这些，往后有什么不懂的再来问我。多谢长老指点，原来这藏经阁还可以这样赚取积分。任务栏，先过去看看。天心诀求功法大成者指点，悬赏3000积分；3000炎焰诀求修炼心得，5000积分；太上忘情诀10000积分。好家伙，难怪说藏经阁是最容易赚取积分的地方。碧水剑诀修炼遇到瓶颈，求精通剑道者指点，10000积分。就决定是你了。这位师兄，劳烦你了。直接说说你修炼这碧水剑诀时遇到的问题吧，最好是演练一遍，好让我看看具体问题出现在哪里。好。多谢师兄指点。无妨，你如今已经了解这部剑诀的精髓，只需要勤加练习，假以时日，便能达到此剑诀登峰造极的境界。10000积分就这样赚到了，仅仅2个时辰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小家伙，我感应到在这藏经阁3楼，似乎有一部功法不错，上去看看。师傅，你说的那功法在何处？你左手边第3个货架，第2层，第2个。剑行万里，修炼此功法者，可将剑诀与身法相结合，从而大幅度提升自身的速度。师傅，这不就是一本类似于身法的剑诀吗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修炼大成，可达天下极速，无人能及。这便是此功法最玄妙之处。这让我想起某位公参造化的家伙，此人以无上道运凝练出了9种功法，盖绝一世。而其中一种名为行字秘，修炼者亦能达到天下极速，可缩地成寸，蕴含着空间法则的奥妙。空间法则？师傅，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？这本书只有1句简介，内容都是空白的。这藏经阁的功法都只有简介，至于这本功法的内容，恐怕你要去问刚刚那位长老才行。哈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老糊涂了，忘记和你说，这藏经阁内所有功法都只有简介。想要修炼，在支付了积分之后，我这里就会给你一道功法的印记。你带着印记去往密室，注入到法阵当中，便能获得功法的修炼内容了。我要购买剑行万里，不知需要多少积分？你确定要购买这部功法？看你是第一次来藏经阁，我可要提醒你一句，这功法是一部残缺的功法，即便你修炼了，也不一定能达到你所预期的效果。残缺功法？若能找到一位修炼过这部功法的人，亲自指点你功法的心得，
说不定还不至于亏太多。毕竟，即便这部功法是残缺功法，却仍需要5000积分来购买。可惜，在整个云顶学宫，只有1人修炼过，并且还领悟出功法奥义。长老，你知道的这么详细，修炼此功法的人不会是你吧？小子，反应挺快啊！没错，正是老夫。就连那法阵的投影教学，也是出自老夫之手。看在你骨骼惊奇、天资聪慧，又与我有缘的份上，一口价1000积分，这功法的心得我直接传给你。1000积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？这老东西都不知道用这种方法坑了多少人的积分了。多谢长老好意，我还是自己领悟吧。你确定？老夫修炼此功法已有数百年，也才领悟了其中的一丝真谛。你若是想要在这功法之上有所成就，恐怕没有个几百年的沉淀是不可能的。我还是想靠自己。罢了，那就由你吧。这功法确实是有些深奥，不愧是空间法则，想要修炼，看来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小家伙，你神念之力远超常人，跟着我说的做，想象自己如今身处于一片虚无的世界，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，也没有空间的波动，你就在这无边无垠的虚无当中一直沉浸下去，永无止境。你在荒天剑帝的指引下，成功领悟到了功法奥义。接下来属于你的传奇才刚刚开始。你是否顺利完成4个分院的考核，成功进入内院，找到心念已久的李芊芊，又会在内院经历怎样的风波？